没错，我自己又买了很多的小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是 Le Creuset 的水果叉，因为我们家吃水果的时候每一个叉子都不一样，然后觉得看了很烦，看到这个觉得还蛮漂亮的，然后就买了。它的话是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小叉子，就可以这样放着。这个应该是圣诞节的款式，觉得很不错就买了。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我买的小东西。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搅拌的汤匙，我买了这两个。都是有点圆圆的，比较可爱。然后这个比较长，就是比较高的杯子可以用的。然后这个短一点点，就是比较马克杯那种，就可以用这个。然后都是那种圆圆的，因为我最近喜欢这种圆圆的感觉。然后这个筷子呢，纯粹是我觉得它很可爱就买了，对，就是那种长筷，然后上面还有叉子跟汤匙的造型。太可爱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比较特别，它是 Hario 的，我一直都有买他们家的东西，因为他们家的玻璃真的很有质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就是长这样子。来，大家让位给它。它的话呢，很像那种化学实验在用的那种量杯，然后我的打算是说这里装牛奶，然后可以做一些像是什么咖啡冰球、抹茶冰球，然后就这样倒饮料进去，非常的有感觉。对，就是最近花钱买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的话呢，是那个松饼烤盘。其实我刚开始对这种格子造型的没有特别的吸引到我就有买了那种不是格子造型的。可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真的觉得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我就决定我要买它来用。就是我看到的影片是他把那个葱油饼的面团，然后直接放进去这里面。这样子，然后弄出一个葱油饼，看起来好好吃，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来试试看。然后听说那一道是上海的 Blue Bottle， 就是出这一款点心，然后我想说，那我就要买一个烤盘，所以我就找了韩国代购，因为我觉得这个烤盘颜色很漂亮，我就找了韩国代购，而且它很快，不到1个礼拜就寄来了。开箱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种粉粉嫩嫩的颜色，打开也是粉粉嫩嫩的颜色，好漂亮哦！然后它使用的时候，这边可以夹起来，它就会比较固定。超喜欢！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开箱。花钱买了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我前几天开箱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上海的 Blue Bottle 有出一个热压的葱油饼，然后呢，我真的看了觉得非常的好吃，它就长这样子，我就觉得看起来超级好吃的，我决定要来自己尝试。然后对我很疯，我就是葱油饼要自己做，现在要来做葱油饼。然后我参考的是这一篇
Linda 公主的厨房笔记，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再去看看。
现在整个都弄好了，然后这边是那种葱多到爆出来的葱油饼，然后这边是比较正常的。然后他说松弛一整碗口感会比较好，所以我决定来松弛一整碗。现在就把它们盖上盖子以后，冰箱冷藏，明天再来压。已经松弛了一整天，然后我现在要来把它擀皮。我有一个已经留着，我等一下要直接热压成那种 Blue Bottle 的葱油华夫，然后这里我就直接把它压成葱油饼。我自己习惯就是下面弄一个烘焙纸。我忘记抹油，超黏的，黏在里面，没关系，我轻轻的把它取出来。然后盖上一个保鲜膜，把它擀开就可以了。擀开以后呢，就可以冰到冷冻保存，然后以后要吃的时候就跟那种超市买的一样，就是拿出来就可以煎了。这边是如 Bottle 自己取葱油华夫，然后配我们的黑咖啡，毕竟要模仿人家 Blue Bottle 就是要喝咖啡嘛。太过于期待这个了。
个 Dyson 去修理嘛，然后今天寄回来了，速度蛮快的耶。上拆开看一下，这里有写故障的原因，这边把一些基本资料藏起来，这里有写电池故障，看一下，包的蛮好的。CD 了，哇塞！他们帮我清的超干净的耶，超感动的，真的很干净。马上按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用。啊！太好了，可以打扫了，好开心哦！耶！没错，这礼拜都在挑战一些简单的，算是烘焙吗？就是本来这种东西都是很难的，然后我想要挑战就是铸铁锅欧包，因为人家说铸铁锅欧包很好吃，然后想说要不要来试试看，反正它也不需要在那边打面团，就拌匀，然后发酵时间长一点点就可以烤出欧包。我想说，那我来试试看，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原味的欧包。然后一样，我参考的食谱我会放在说明处，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
需要揉到就是完全没有粉末，所以我现在在认真的揉它。然后因为会很粘手，所以我用这个搅拌棒，不想要粘到我自己的手。感觉好像可以了，先把它收整齐。然后因为要静置18个小时，所以他希望比较密封，那我们就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放到比较阴凉阴暗的地方，让它发酵18个小时。18个小时以后见。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点55分，因为这个面团发酵时间到7点，然后我现在必须要就是早上起来把它弄一弄，桌上先撒一点点粉。派出刮刀，依旧不想沾手。真刮得很干净哎，太好了。这个里面我已经放了烘焙纸，然后也撒了一点点的面粉。现在要把面团移进来，然后再发酵2个小时，超级久。嘿，空心点。OK， 然后呢，盖上锅盖，再等2个小时。等一下见，在22分钟就可以来烤了。然后，所以呢，我现在想要先预热烤箱，然后铸铁锅也要放进去一起预热，所以我要先把面团拿出来。啊，好软。然后把面团拿去预热。不是，把铸铁锅拿去预热。
的面团，天哪，粘住，要稍微这样一下，继续盖着。这样子让它不要，就是水分不要流失。然后我先去预热烤箱，因为那边很难架脚架，所以我直接去预热250度。然后我等一下想要帮我的欧包就是割花，但是因为我没有买割花刀，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分享说可以用这种刮胡刀片。它这两边都是刀哦，所以拿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我是看到有人说可以穿竹签，但是我刚刚有穿就穿不进去，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直接拿这样画。但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小心用刀，好吗？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这样一盒才30块，哎，超方便的。觉得虽然我没有那个可以拿的把手，但这样子小心拿应该还是很 OK 的。等一下就要用这个来刮刀，刮这个来刮花。其实它有纸袋，我想说我等一下这样拿应该是很 OK 的。先放好。现在烤箱已经到150度了，然后我决定先来割花。总觉得它有一点塌。先撒粉，是它先割2个深的。接着割浅一点的，哦，给大家看一下，我割了这样子的割花。希望烤出来是这个样子啊！刀片收好，现在就等它250度到，然后就把它移到铸铁锅里面。这个是预热好的铸铁锅，然后大家如果真的要尝试的话，一定要很小心哦，因为它很烫。把它小心的放进去。一下，大家要小心，真的烫哦！我是都没有碰到，就是稍微这样弄一下，然后就盖上盖子，把它放进去烤30分钟，然后再来就是开盖，然后再烤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30分钟。刚摸我的这个手套超级烫，大家真的要很小心。给大家望一下欧包，好像很完美耶！天哪，赶快盖起来！然后等一下要拿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小心不要碰到锅子，不然你会被烫到哦。
接着呢，好吃的秘诀好像是说1个小时过后再切它会比较好。先把它拿出来，吓到大家。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凉，1个小时过后再来切它，很漂亮哎！现在已经经过1个小时了，我要准备来切它了。历史性的一刻，究竟会不会成功呢？弹性很好，里面摸起来蛮软的。这个放旁边，这样你们才可以看得到。感觉有成功哎，赞的感觉。哦，给大家听一下声音。这样切一点自己做的奶油来配。之前自己做的那个，现在是冷冻的状态，有点难切。刚好放凉，然后等一下放室温让它变软。等下可以配着吃，然后我要来做那个干巴丝，也是配着面包吃。要有很多的蒜头，我的蒜头放的比较久了，所以等一下要先处理完，然后再来刨片。然后干辣椒，但是我没有，所以我用辣椒。放3个好了，放2个就好了，不要太辣，吃下去。我先来处理蒜头，接着就是把这个头去掉，然后一些地方去掉，这样而已。虾仁的话，我是使用好事多的那个虾仁，我等一下洗一下，然后就可以来料理了。
的午餐。这边是有烤过的欧包，然后这个是没有烤过的。我想说试试看有再烤过的吃起来怎么样。然后干巴丝跟之前做的奶油。叮铃。它凉了以后，这个皮就不是那种脆口，但是有脆。可是如果再加热以后，真的很好吃。我是用气炸锅180度再加热2分钟。